1945年，在埃及南部的纳戈哈马迪地区发生了一件震惊考古界，甚至足以改写人类思想史的事情。当一名当地农民在挖掘硝石肥料时，意外挖出了一个密封的红陶罐。当他满怀期待地打破陶罐，以为会发现法老时代的金银珠宝时，里面装满的却并不是财富，而是一叠叠发霉、脆弱、用皮革装订的古老沙草纸抄本。更令人不解的是，当这些文献被辗转送往欧洲，被顶尖的语言学家和神学家破译后，整个西方学术界陷入了长久的、令人窒息的沉默。因为这些文字所记载的内容，不仅与当时正统的宗教教义背道而驰，更彻底颠覆了人类对宇宙起源、意识本质以及生命终极意义的认知。而更加令人震撼的是，早在几百年前，欧洲最顶级的权贵、天才和科学巨匠就曾为它陷入疯狂，甚至不惜倾尽一生去追寻其中的蛛丝马迹。这套神秘文献就是传说中承载了宇宙终极源代码的赫尔墨斯文集。时间回到1460年的意大利佛罗伦萨，当时的欧洲正处于文艺复兴的破晓时分，而佛罗伦萨则是这场思想风暴的风眼。当时欧洲幕后之王美第奇家族的实际掌控者科西莫德·美第奇正焦急地在宫殿里等待着一名从东方归来的间谍。这名间谍从马其顿的修道院里带回的不是领土协议，也不是商业契约，而是一叠沾满灰尘的希腊文手稿。科西莫控制着欧洲最大的银行网络，见惯了无尽的财富、权谋与鲜血。但在看到这份手稿的瞬间，这位权倾朝野、城府极深的老人竟激动得浑身发抖，老泪纵横。他立刻叫来了全欧洲最伟大的学者，翻译家马尔西利奥·费奇诺。当时费奇诺正没日没夜地翻译柏拉图全集，这可是美第奇家族复兴古典文明、确立佛罗伦萨欧洲文化中心的旗舰项目。然而科西莫却死死抓住费奇诺的手，指着那堆破旧的羊皮卷，下达了不容置疑的死命令：停下手里所有的工作，柏拉图只是在寻找真理，而我手里的这份稿子就是真理本身。你必须在死之前把它翻译出来，否则我们都会死在无知里。这份优先级高于柏拉图，让欧洲首富甘愿放弃古典哲学复兴计划的神秘文案，正是传说中的赫尔墨斯文集。它背后承载的智慧被认为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古埃及，甚至比摩西还要古老。这套文集不是神话故事，也不是普通的伦理哲学，它里面记载的是一套关于宇宙运行的终极源代码。它宣称这个世界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偶然，而是一场极其精密、宏大且充满意识的设计。而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都不是泥土的产物，而是从遥远宇宙之外，从高维度的光之海中坠入凡间的神之碎片。美第奇家族的这一举动直接催生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古代神学狂热。当时的欧洲精英阶层坚信，赫尔墨斯掌握着上帝创世的全部秘密，只要解开这些手稿，人类就能重新获得如同神明般的力量。那么这套文集的作者究竟是谁？江湖上一直流传着一个响当当的名号，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在古埃及，人们管他叫托特，说他长着朱鹭的头颅，从天而降，教会了人类历法、数学、医学与炼金术。他是文字的创造者，是诸神的书记员。在希腊神话中，他是赫尔墨斯，宙斯的使者，能够自由出入冥界接引亡灵，掌握着跨越边界、沟通神人的秘密。甚至在苏美尔文明的泥板里也反复出现着同一个神秘角色恩基，或是阿努纳奇中的智者。他每每出现在文明的关键节点，以导师身份留下关于宇宙意识和基因改造的说明。有人怀疑他根本不是人类，也不是单一的神诞，而是上一个文明周期留下的守墓人，或者是高维文明留在地球的观察者。为什么称他为三重伟大？因为他掌握了控制世界的三把母钥匙：炼金术、占星术和神智学。炼金术并非简单的点石成金或中世纪骗子的把戏，而是掌握物质转换的振动频率，其终极目的是将人类粗糙的铅之灵魂提纯为不朽的金之神性。占星术不是地摊算命，而是一套预言天体运行与人类意识共振的宏观算法。
他认为宇宙是一个巨大的全息网络，星辰的轨迹不过是高维能量在三维世界的投影。神智学则是一套被权贵阶层和正统教会严厉封杀的意识修改法则。这部分内容从未真正进入公开体系，被反复隐藏甚至刻意抹去，因为它赋予了凡人直接对话宇宙至高心智的能力。这动摇了所有世俗与宗教统治的根基，直到1945年纳戈哈马迪的陶罐被打开，以及后来在各地发现的诺斯底主义文献，它的真实性与庞大体系才终于被印证。当现代科学家和哲学家重新审视这些内容时，发现了不可思议的巧合：熵增定律、宇宙膨胀、波粒二象性、全息宇宙论。这些现代科学最前沿的概念，竟在几千年前的文集中早有隐喻和描述。为了寻找更多线索，调查人员将目光投向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历史人物——艾萨克·牛顿，公认的理性之父，现代物理学的奠基人，启蒙时代的灯塔。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牛顿死后留下的上千万字手稿中，有超过 80% 的内容都在研究神秘学、炼金术和圣经密码。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查阅牛顿的隐秘手稿后，曾留下了一句震惊世人的评价：牛顿不是理性时代的第一人，他是最后一位魔法师。在昏暗的剑桥大学密室内，牛顿借着微弱的烛光，疯狂翻译着一块神秘石板。这块石板被称为翠玉录，与赫尔墨斯文集同属一个体系，被认为是赫尔墨斯智慧的浓缩。传说它是一块闪着绿色荧光的石板，上面仅刻着13行文字。关于它的来源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是在赫尔墨斯墓穴中从一具带着金冠的尸体手中发现的，也有人说是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4世纪发现了它。更有传言称它是亚特兰蒂斯文明毁灭前抢救出的核心数据库。跟它的出现一样神秘的是它短暂现世后的离奇失踪。牛顿在翻译时在旁边写下了密密麻麻的批注，他毕生都在寻找翠玉录中提到的唯一之物。翠玉录开篇即言：如其在上，如其在下，如其在内，如其在外，以成就太一之奇迹。牛顿认为，掌握了这个唯一之物，就能理解上帝是如何设计这个世界的，就能找到统一引力、光学和物质转换的大统一理论。为此，他花费大量时间研究金字塔的比例尺寸，试图寻找造物的通用公式。他甚至在自家院子里搭建炼金炉，试图提炼出能够开启高维智慧的哲人石。他用自己的玄学知识和天文数据预测过世界末日的具体时间。他推算出的一个节点是2060年。可是连伟大如牛顿的人物，最终也没有解开这个终极谜题。他究竟是没有找到答案，还是像晚年的维特根斯坦一样，看到了语言的边界和人类认知的极限，从而故意向世人隐瞒了什么？真正令人疑惑的是，为什么最顶尖的科学家最后都走向了神秘学？直到多年以后，现代量子物理学的发展让这个沉寂多年的谜团再次浮出水面。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沃尔夫冈·泡利私下里竟是一个铁杆的赫尔墨斯主义者。这位提出泡利不相容原理的顶级物理学家与心理学大师荣格保持着长达数十年的通信。他认为，量子纠缠的本质就是赫尔墨斯所说的万物一体。当现代物理学家在实验室里看着那些违背经典物理常识的实验结果时，他们仿佛穿越了千年的时空，听到了赫尔墨斯的低语。赫尔墨斯文集中记载的7大宇宙法则正在被现代科学以一种全新的语言重新证明。第一条是心智律，宇宙是心智的，万物皆在心智之中。在著名的双缝干涉实验中，光子会表现出2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当没有观测者时，它像波一样扩散，呈现出无限的可能性。一旦被观测，它就像粒子一样固定下来，呈现出确定的实体。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延迟选择实验。科学家发现，即使在光子已经穿过缝隙之后，再决定是否进行观测，依然能改变它之前的运动状态。这意味着未来的意识介入改变了过去的物质状态，被看见本身竟然改变了物质的结果。这意味着物质的实体化竟然取决于意识的介入。这完美印证了心智律，物质只是意识的投影。我们习以为常的坚固世界，可能只是一种被集体意识稳定下来的感知矩阵。
正如量子物理学家惠勒所言，我们生活在一个参与性的宇宙中。第二条是振动率，没有任何东西是静止的，一切都在运动，一切都在振动。在安静的实验室里，科学家在金属板上撒上一层细沙，然后用勤工摩擦金属板边缘让其振动，也就是克拉尼因板实验。一开始沙子杂乱无章，但当频率调整到特定值时，沙子瞬间排列成极其复杂完美的曼陀罗几何图形，没有人去摆放，只是频率改变了，物质形态就随之改变。如果一层简单的沙子都能被频率组织成型，那我们所处的世界呢？现代弦理论认为，宇宙万物的基本单元不是粒子，而是一根根振动的能量弦。不同的振动频率构成了不同的夸克、电子，进而构成了星辰与肉体。赫尔墨斯主义认为，我们的身体、星系甚至命运就是这些沙子，而宇宙中看不见的背景频率就是那只拨动金属板的手。日本学者江本胜的水结晶实验虽然在科学界存在争议，但是其哲学意味十分深远，更是揭示了情绪也是一种振动。水在不同的声音和情绪环境下冻结后，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结晶结构。如果连水都会对信息产生反应，那占人体 70% 的水分呢？我们每天产生的情绪念头，是否也在参与着自身细胞的排列方式与基因的突变？第三条是对应律，其上如其下，其下如其上。通俗来说，就是同样的形态在不同的层级上不断重复出现。现代科学称之为宇宙分形结构。微观原子的结构就是宏观星系的投影，树叶的脉络与河流的分支，闪电的轨迹如出一辙。数学家曼德伯罗发现的曼德伯罗集，用简单的公式迭代出了无限复杂、自我相似的宇宙图景。物理学家大卫波姆提出了全息宇宙论，认为宇宙的每一个局部都包含了整体的全部信息。读懂了细胞的轮回，也就读懂了恒星的坍缩。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遵循着同样的对应关系。我们内心的混乱在某种程度上映射成了我们看到的现实。你如何对待微观的一粒尘埃，宇宙就会如何对待宏观的你。第四条是极性律，一切都有两极，一切都有其对立的一面，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这与我们东方文化中的阴阳太极不谋而合。冷和热不是两种东西，而是温度线上不同的位置。光和暗不是绝对的敌对，而是光子密度的差异。在心理学上，荣格提出了阴影理论，爱和恨也不是完全相反的，而是同一种情感能量的不同状态。我们的世界不是由对立构成的，而是由一条连续变化的光谱构成的。所谓的负面状态，痛苦与挫折，也许只是偏离了某个平衡点。真正的意义不是对抗和消灭黑暗，而是调和与接纳。因为阴影的存在，正是为了证明光的方向。第五条是节奏律，万物皆有潮汐，一切都有起落，一切都像钟摆一样，向一个方向摆出去，就一定会再摆回来。从宇宙星辰的膨胀与收缩，到地球气候的冰期与暖期，从康德拉基耶夫的经济长波，到人类历史的朝代更迭，甚至到个人的情绪周期。生物中的昼夜节律，如果起伏是必然的，那低谷也许并不是失败，它只是下一次上升之前的回摆，是下一个巅峰前的短暂休息。赫尔墨斯主义者教导人们要学会极化，即在钟摆摆动时，将意识提升到更高的维度，成为那个静止的轴心，从而不被命运的潮汐所裹挟。第六条是因果律，每一个因都有其果，每一个果都有其因。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偶然，一切结果都有原因。所谓的运气或巧合，只是我们还没看清那根埋得很深的因果链。在经典物理学中，拉普拉斯妖曾试图用因果律计算宇宙的一切，而在混沌理论中，蝴蝶效应告诉我们，一个微小的决定，一次隐秘的情绪，都可能在很久之后以另一种形式引发风暴。回到我们身上，智者创造因果，愚者被因果推动。当我们开始理解因果，才会发现我们不是命运的被动承受者，而一直都在参与这场宏大的设计。第七条是性别律，万物皆有阴阳，一切创造都来自两种力量的结合。
这里的性别并非生理意义，而是指主动与被动、输出与接收、意识与形态、逻辑与直觉。任何一个创造的过程都需要这两种力量同时存在，一个负责发生，一个负责承载。在脑神经科学中，这对应着左脑的理性分析与右脑的感性想象。只有当内在的阴阳能量达到平衡，当理性的框架与直觉的灵感交汇，真正的创造力才会爆发。宇宙本身就是由正物质与反物质、引力与斥力共同编织的杰作。这7条规则就像是一扇被轻轻推开的门，让我们得以窥见宇宙运转的齿轮。但真正让人细思极恐，甚至感到灵魂战栗的是赫尔墨斯文集中最核心、最禁忌的一篇《波曼德斯》。这是赫尔墨斯在极深的冥想中与宇宙至高心智，也就是人的牧羊人或是绝对意识完成的一次跨维度对话。至高心智向赫尔墨斯展示了世界诞生的真相，以及人类为何会陷入生老病死的轮回。起初，宇宙没有物质，只有纯粹的光，那就是无尽的意识之海。随后，光中诞生了黑暗，黑暗开始旋转，下沉变成了物质的基石。不是物质先出现，而是意识产生了宇宙。波曼德斯告诉赫尔墨斯，人类原本被称为光之子，我们的意识来自至高心智，拥有和造物主一样的创造力。我们原本自由地遨游在多维度的光之海中，但随后发生了一件改变一切的事情。光之子向下一看，看见了物质世界的倒影，在那片如水般的存在中，他看见了自己清晰具体的投影。他被自己在物质世界中的形象迷住了，就像希腊神话中爱上自己倒影的纳西索斯。然后一个致命的念头出现，我想进入那里，我想体验那个具体的形态。这就是堕落的真相。我们不是因为原罪被赶出乐园，而是因为沉迷虚拟现实，主动钻进了肉体。当光之子进入物质世界后，他被7位造物主，也就是代表7大行星和物理法则的执政官所捕获。他们为光之子披上了沉重的物质外衣，用遗忘之水洗去了他的记忆。由于这个3维世界的法则太过强大，引力、时间、熵增，像一道道锁链将意识牢牢锁死。我们进得来，却出不去了。我们忘记了管理员账号，退化成了为生存奔波、为食欲和繁衍而挣扎的凡人。我们在生与死的循环中不断重启，每一次出生都伴随着遗忘，每一次死亡都伴随着恐惧。波曼德斯中有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如果你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肉体，你就是死亡的奴隶。但如果你意识到自己是那道光，你就能跳出这个模拟器。这难道不是现代虚拟现实假说和黑客帝国理论的古代翻版吗？我们究竟是这个世界的原住民，还是被困在肉体载具里的星际囚徒？那些在历史长河中反复出现的觉醒者，佛陀、老子、耶稣、赫尔墨斯，他们是否只是看破了矩阵代码的黑客，试图将越狱的密码传递给后来者？这些发现究竟证明了古籍中的记载，还是只是一次人类想象力与科学发展的惊人巧合？这些知识真的是人类在几千年前，在连显微镜和望远镜都没有的时代就能想出来的吗？还是说，他们是上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周期，比如亚特兰蒂斯或更早的史前文明，在被宇宙灾难重启时刻意留下的文明备份？他们将高维度的物理学和意识科学用神话和隐喻的方式封装在陶罐和石板里，埋在黄沙之下，等待后世的人类在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再去重新解码回顾历史。那些试图独吞真理的野心家和秘密社团究竟还隐藏了多少秘密？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冲天大火，到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对异端思想的残酷火刑，从美第奇家族的密室到牛顿晚年烧毁的部分手稿，统治阶级和既得利益者深知，一旦大众掌握了心智律和对应律，意识到自己拥有改变现实的造物主潜能，世俗的权力结构基于恐惧和匮乏建立的金融与奴役体系将在瞬间土崩瓦解。因此，真理被肢解，被贴上迷信和伪科学的标签，被驱逐到主流学术界的边缘。然而，宇宙的法则无法被永远掩盖。当量子物理学家在实验室的尽头
与古代的神秘主义者相遇。当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技术开始模糊虚拟与现实的边界，当现代人普遍陷入存在主义的危机和精神的虚无，那来自几千年前的纳戈哈马迪的黄沙之风再次吹拂过我们的脸庞，真正的答案也许仍埋藏在历史深处，又或者它就隐藏在我们每一次心跳的震动中，隐藏在我们仰望星空时那莫名的熟悉感里。如果这些古老记载真的隐藏着历史真相，那么我们对于过去的认知是否还只是冰山一角？我们每天汲汲营营追求的财富、地位、名声，在这个宏大的宇宙模拟器中，是否只是一串毫无意义的代码？我们究竟该如何醒来？或许，正如翠玉露所言，答案不在遥远的星系，也不在深埋的陶罐，如其在上，如其在下，如其在内，如其在外。向内看，去倾听那被喧嚣掩盖的来自光之海的微弱呼唤，因为那个能够提出我们究竟是谁这个问题的意识本身，就是宇宙在试图认识它自己。你就是那个沉睡的光之子，而此刻的阅读与思考，正是你试图想起自己真名的第一次挣扎。